所以八卦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八卦是八种状态，阴阳状态，里面有好的，有不好的。比方修身伤度紧死经开，8个门里面只有3个门是好的，是不是这样？紧门、开门、生门，其他都是不好的。可是这8个都是什么？我们人在中央嘛，这8个都是为我所用的，所以你不能坚持，我一定要在哪一种状态。状态变了，你要用的卦象，你要用的东西就不一样了。这样不懂？这个叫做变异嘛，这才叫做变嘛，而不是我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这样子一生，我就是这样子，那不行的。听不懂？你们要认知到一点，你要去确实的认知到，世界上所有的理论，所有的理论哦，所有的条件，所有科学的认知、哲学的认知、宗教的认知，所有的认知，都是帮助人生活的更好。人为主，不是理论为主，不是一个哲学学派为主，不是，那些东西都是当初产生，都是为了帮助人生活的更好。所以当这个东西不能让我生活的更好的时候，我就抛弃掉，我用另外一个能让我生活的更好的。说它算不算是一个信仰？这个信仰我觉得不快乐，我换个信仰就是。我不是说我认识一个澎湖人、七美人，我跟一些老学生讲过嘛，他爸爸是做什么？就是给别人捉鬼的、驱鬼的。结果有很多啊，他爸爸很多鬼就来找他爸爸报复嘛，很多鬼找他爸爸报复，因为本来要抓你的，他可以投胎的，结果你因为你让他抓不成嘛，很多鬼。那他爸爸都可以抵挡，可以处理。可是有一次，他爸爸就在上厕所，因为上厕所是蹲着，而且他穿那个传统裤子啊，蹲着，一只手要抓着。这个时候有一个鬼来报复他了，他马上跑起来，他用一只手啊，另外一只手没办法用啊，一只手马上跑跟家里讲拿酒来。他们那个供桌上面有三杯酒，他太太马上去供桌的酒拿来，一喝做法完蛋死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天他们供的是水，不是酒。他爸爸死了以后，家里面还是有鬼来骚扰，没有办法。到后来怎么办？改信基督教，通通没有了。晓得吗？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是真实的事哦。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信仰系统里面的。脱离这个信仰系统，这个东西就不存在，或者它不能影响到我们。所以很多这些东西是在这个信仰系统里面创造出来的。所以你常跑那些宫庙，是不是？我劝你不要跑。我劝你不要，因为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啊，这些信仰越少越好，因为它会给我们太多的干扰，给我们的生命的真实状态啊，太多的干扰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什么？在一个信仰系统里面人创造出来的。所以当这个信仰系统对我不好的时候，对我没有帮助的时候，我就换嘛，我换另外一个，或者我根本就不要它。
所有的都是这样子，所有的所谓的做人的原则啊，什么教的什么仁义礼智信啊，包括这些东西哦，仁义礼智信啊，这些忠孝仁爱什么信义和平啊，这些东西对我有帮助的时候，我可以用；对我的生活有帮助，我可以用。当这些东西对我的生活没帮助的时候，我就不要用。听不懂？那我们自己可以设一个底线，我们自己的人生设定一个底线，就是比方讲我不让我的心变坏，那些东西我可以不信，可是我不让自己变成一个邪恶的人，我不让自己变成一个邪恶的人嘛。底线是这个，听不懂？那你说我有一天会不会变成邪恶的人？不一定哦。当我进入到一个邪恶环境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会变成一个邪恶的人？当我邪恶才能生存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变成一个邪恶的人？是我去约旦难民的时候，然后跟那个急诊室的医生，他就要跟我玩那个，因为我们很常就会一下子就到这边。他就我说像我们这样子的话，你们什么时间点，你们真的会敢下这个手？对，我说这辈子可以不要用到最好，但是如果真的是我或我的妻儿对到了，那你该处理就是得，而且不能让人家知道。对。可是他跟我讲说，他们的街上啊，如果约旦遇到有人是拿刀子啊，对，他说那个人会被旁边的人会被打死。对，对，对呀，他们的一个铁，好像是铁子。对呀，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做那个手段，还不变成邪恶的人。最近有个新闻，你们有没有看？一个俄罗斯的士兵跟一个乌克兰的两个人到最后变成拼刺刀哦。两个人在战场上最后见面变成拼刺刀，两个人拼啊，两个人都受伤。那个乌克兰的被杀死了。那个乌克兰的那个要死以前，他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战士。那个俄罗斯的士兵也跟他讲，你也是一个很好的战士。这种就他们杀人是在那种状态下面，他必须要这样做，可是他没有变成邪恶。听不懂？他虽然杀人，可是他不是因为邪恶而杀人，他是因为要生存而杀人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做很多事，不要让自己变成邪恶的人。可是那些很多的东西啊，你不一定要去坚守它。当它对我们没帮助的时候，就不要去坚守它。所以在象牙塔里面的很多的规则、很多的规范、很多的东西，当象牙塔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使用它；当象牙塔不存在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就要考虑丢了啊？好的吗？所以我们练武也是一样，练八卦拳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这个。你不要坚持说，比方我打斗，我坚持要用什么招式，我一定要用什么。有的人说啊，八卦拳只用掌不用拳，我说哪有那么笨的人啊？拳也是属于我的工具之一啊，我为什么能用它的时候能用它，我不用它？不会嘛？练武的人不会这个样子嘛？所以我们是有什么用什么，所以让我们的工具变多。听不懂啊？所以八卦拳又练很多变的东西，就让你的工具变多。你不要坚持说我一定要用这个力量，我一定要用发劲，我一定要用这个，不一定。听不懂啊？所以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限制。所以师傅就变成说，不要去挑战人性的最后那一条线。对。是我们去那个尼泊尔义诊的时候，因为那个佛教国家嘛，
然后那个大地震，我们真的有那个车子啊开过去的时候，然后有人冲出来敲窗，司机一停哦，村民冲出来对，要抢那台车，对啊，后来是司机跟他们讲说这是来给你看病，对，然后他们才整个散去，然后后来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，就是说你再怎么样否，你只要维持到危害到他的生命的那些，其实都会变。对，所以我说那些东西都是什么？都是在象牙塔里面的一些规矩，让大家能够在象牙塔里面生活的和平。可是，一旦象牙塔破了以后，就变了。所以你们要认知到，你现在知道的好人，当那种状况发生的时候，他不一定是好人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不要被很多这些东西束缚住、限制住。啊，早上还在跟女儿谈，她面临到一个障碍嘛。比方讲形象，人家都说：“哎呀，你好优雅哦。”因为她出去穿旗袍啊，或者什么打扮，所以别人给她的夸赞就是说：“啊，你好优雅哦，你好哦这样的。”然后她就越来越让自己好像要符合那个优雅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她真正的她有一部分的优雅，有一部分不是，有一部分是很活泼的，有一点疯的那种活泼的可爱，然后她那个部分就被压制住了。可是真正能代表她让她特殊的是那个部分，可是她被那个人家说她很优雅，她要做的优雅的时候，她故意要优雅，这一部分就被压下来了。所以我跟他讲，你要把那部分去发挥出来，听不懂？他会怕别人讨厌他嘛？人设不一样。对，所以很多东西你必须要破掉。啊，我们是从什么题目讲到这个的？忘了。对呀、看到血肉模糊会紧绷，没办法生。对，所以人生的挑战很多啊，人生的修炼啊很多。那你练拳练到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慢慢越走越细，你的人生越走越细，越走越深，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就慢慢抛掉。我师父讲说，我们练武为什么？我们练武是要追求自由。我们练武是要追求自由，所以我们不拉帮结派。我教那么久的拳，我虽然搞了一个什么协会，看看也没什么搞头，就把它停了。人家说那么可惜，全国性的协会申请不容易啊。可是当他对我们没帮助的时候，反正造成一个累赘的时候，我就不要了。就不要了嘛，这样不懂？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要去绑住我们的东西，自己去想通了，绑住我们的东西。这是我被什么东西绑住？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？是我自己要的，还是别人给我的规定？别人告诉我的？是暂时的绑住，还是会绑住我很久？要去把这个想了，然后一个一个丢掉，一个一个不必要的丢掉，把绑住我们的东西一个一个丢掉。你们拜师，我有徒弟，我到哪去也不会要你们徒弟都跟在我后面，我让你一做徒弟妈在后面排两列，我不要这个东西啊。那你被那个绑住了嘛？是不是？人家讲啊，大师，哎，坐这边，我不要嘛，人家叫你大师，你就要表现的我好像是大师一样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要这些东西，通通不要，要什么？要自由。不自由的原因是什么？被很多东西绑住了，被很多东西绑。你们现在在社会上讨生活，当然需要被绑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把那些不必要的东西都要丢掉，否则生活不会自由。
不会自由，也不会快乐。啊，好，现在能抽到胯了吗？有体会吗？很难啊。这样胯这边的力量变小，一样的哦，没有变小哦，没变小，抽上来。你们在走路的时候，我们刚才的走路哈是全松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刚才的走路那种走法是你全松掉，这个腿啊就是放松的摆动。练这个的时候，你的走路的方式可以换成什么？因为你在马路上面这样走路不是很怪吗？走到你旁边的人都会怕你嘛。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什么？当我这个腿是实腿的时候，当要起来的时候，我这个腿实腿要起来的时候，从脚底下一抽，啪，一抽就放，一抽就放，一抽就放，一抽。这个起来是这个一抽起来，一抽就放，一抽，它是产生一个弹性，产生一个往上的弹性，一抽就放掉，一抽就放，听不懂？可是不要，它不是这个，你可以走慢，而是从脚底到胯。你们刚才练习的，从脚底到胯的这个抽，这个抽起来落，要走了，这个抽，从脚底抽起来到胯了，脚走，抽起来走，抽起来到这边就松掉，抽起来到这边就松掉。来试试看，慢。